声扬鞭，万马嘶吼是你英雄的出场。生死一念，天地无垠，红日喷过也比不过你豪情万丈。逐鹿中原，你就为了那一天。夕阳下，我望见你调转马头，黎明时，我接过你千军万马。我们是兄弟，血脉相连的兄弟，同把热血交换深爱的土地，为家国，为梦想升起希望的图腾。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。爱与恨的交织，血与肉的拼杀，旗帜在硝烟中飘扬。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。爱与恨的交织，血与肉的拼杀，旗帜在硝烟中飘扬。唐叔，听说多尔衮在紫禁城登了龙椅，还重用汉官，明朝的那些旧臣们都等着他立位称王呢。你怎么又胡说八道了？我没有胡说八道，这是从关内传来的消息。消息要是不灵通，能传得这么快吗？敖阁，这些个小道消息，你呀，少听为妙。唐叔，我真是佩服您忍耐的功力。这多尔衮把您架空，拿您当摆设，您没意见。现在他要篡位为王了，您还是没意见。那您告诉我，您当这个摄政王是干什么用的？多尔衮，我早就说过，他有狼子野心，现在验证了吧？他带着大清所有精锐部队到了关内，却留下老弱病残在盛京，这不明摆着是放弃的态度吗？多尔衮这小子，永远都是把好的留给自己。这次他入关，带着8旗精锐部队，有多铎、阿济格，剩下的都是他亲信的那些大臣。他在关内捞够了油水，却把我们晒在关外，这凭什么呀？我记得，当初多尔衮要出兵征战，你是头一个反对的。我哪知道吴三桂这小子要反呢？要不是吴三桂献了山海关，他能打赢吗？好了好了，怎么说都是你有道理。我说这些日子啊，你除了这个喝酒遛鸟，你是不是也该找点正经事儿去干干了？唐叔，我找什么正经事儿干呢？我现在无非就是个没兵没权还被闲置了的王爷，比唐叔您还惨100倍呢。只要多尔衮在一天，我就一天都不能翻身。唉，多尔衮，这9名大臣都劝你登基了，你怎么不答应啊？哥，我也支持你这次称帝。这北京城拿下了，收复中原指日可待，这一切全都是你的功劳。现在你江山在手，要威望有威望，要民心有民心。现在登基顺理成章，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障碍。范文成和洪承畴并没有表态啊。他们都是皇太极的旧臣，这一时半会儿掰不过来也正常。现在凭你的威望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在中原百姓之中，只知道有你摄政王，却不知道还有那个小皇帝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是篡位，我可是立过毒誓的。哎，多尔衮，那毒誓都是唬人的，你还真把它当回事儿啊？兄弟，这无毒不丈夫。如果你觉得篡位难听，那干脆什么？偷偷除掉那个官位的小皇帝。
你说什么？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基了吗？要知道，这明朝的朱棣，他不也是杀了自己的侄儿登基的？那不照样皇帝做得好好的？行了行了，十二哥，你这个办法行不通。我哥他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。哥，我看这样子，咱们啊，就以山海关为界，把关外啊扔给福临，让他去守着好了。关内辽阔的中原就归你自己，你自立为王。这样你和福临谁也不欠谁的。兄弟啊，这多多说的法子也可以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是心里放不下那个女人。你想想，到时候你当了皇帝，那全天下的女人不都是你的吗？你何必单恋一个呢？这说的难听一点，她现在已经是徐娘半老的人了。这姿色最美的就在江南，但到时候你后宫的佳丽无数，美女成群，你还会在乎一个半老徐娘吗？这再说了，人家已经是7岁娃的娘了。你不会懂的。我等皆拥戴摄政王自立为君，问鼎宝座，为天下苍生谋福。大清不是你八哥一个人的大清，而是你们这些守护者、奉献者、奠基者的大清。皇太极死了，接下去就该是你的舞台了。若有一心，就是乱臣贼子，苍穹不佑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哥，把本该属于你的夺回来，把本该属于你的夺回来，夺回来，夺回来！皇位就在我脚下，紫禁城也在我脚下，一切都唾手可得。我是不是应该夺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呢？多尔衮，你不是说要把中原江山作为聘礼吗？你不是说要拿着这聘礼回来娶我吗？你的承诺呢？你变卦了，你变了。玉儿，不，我没变。玉儿，我没变过。玉儿，玉儿。哥哥，14爷已经打到北京城了，百姓都夸他是大好人。他本来就是大好人。是，14爷啊是世间最好的。那是当然了。对了，哥哥，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在科尔沁，14爷误闯进赛马场，你是怎么说的？我怎么说的？你说这草原上还能找出比他更英勇的男人来吗？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福临都7岁了。哥哥，您可别忘了，这关里头有个举世无双的大英雄，可是成天惦着您念着您，要回来娶您呢。你这丫头，要是我呀，那天晚上我就嫁给他了，苦苦等了18年，好不容易等到了现在，还不赶紧抓住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们蒙古人哪有那么多讲究啊？
是圣母皇太后呀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说出来让我们也乐呵乐呵呗。没什么，不过是唠唠家常罢了。我听说摄政王多尔衮进了北京城，奏乐鸣钟，成演进了乾清宫，升坐金銮宝座，接受旧民文武百官的朝拜了。有这回事吗？圣母皇太后？这不过都是一些流言罢了。所谓无风不起浪，要不然都打下北京城了，这摄政王怎么还不班师回朝啊？关内连年战火，百废待兴，我想摄政王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圣母皇太后，您看来是真的信任他？那是必须的。睿亲王是摄政王，我们格格是皇太后，这是大清的最高决策层。如果他们两个都互相猜忌，那大清还有太平日子吗？贵太妃，您说是不是啊？那倒也是。不过呢，我就是怕呀，这关内的大好河山，京城的莺歌燕舞，再迷了咱摄政王的双眼，他这一头扎进了中原的花花世界里，就不想着回来了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哟，圣母皇太后就这么自信呢？难道圣母皇太后的手中抓了摄政王的什么把柄不成？这儿有他的家乡，他的族人，他的祖先。花花世界只能迷惑那些意志凌乱、目光短浅的人。摄政王他重亲情也重责任，不会被迷惑的。哥，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啊？啊，坐。阿基哥，我让你找的那个年轻人有下落了吗？这北京城这么大，想找一个不知姓名的小伙子，难呐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在外面贴个告示。你这么做，他会以为我要抓他，那他还不跑了？你还是暗中巡防吧。好吧。我现在在考虑追剿农民军的事。北京城现在的形势相对稳定，是时候西进了。李自成虽然西逃，但大顺军的实力尚存，他们的势力分布又广，况且西南还有张献忠的政权。还有一个让人头疼的是，明朝那些旧臣在南京拥立了福王朱由崧，建立了弘光小朝廷，这些都是我们一统中原的障碍。兄弟啊，你先把这些放一放吧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坐上龙椅，等你当上了皇帝，你再来操这份心也不迟啊。这再说了，你当上了皇帝以后，你怎样操这份心，那都是为了你自己。可现在倒好，你在下面吃苦力，肝脑涂地，拼了半辈子，却拱手把成果让给别人，让别人去享受，你何苦呢？现在的形势，即使我称了帝，这把龙椅我能坐几天还说不定呢。你们看看李自成，在武英殿匆匆登基，当天夜里就屁滚尿流的西逃了。这样的皇帝坐着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想圆的不是一个帝王梦，而是江山在手，天下一统。哥，你的雄心我们明白，但十二哥说的也有道理。你们总是劝我登基庸功自立，你们都不想一想，一定会有人不服站出来反对。豪格、济尔哈朗、两黄旗那些人，他们都不会同意的。谁不同意，就直接把他干掉。你不强硬，他们自然会拉大旗扯虎皮的。我现在没有心思对付内乱，你明白吗？唉，关内连年征战，民生凋敝，恶表遍野。我既然入主了中原，我第一要做的就是要恢复秩序，恢复经济。我得让几百万人有饭吃，有房子住，不然光靠我现在的这点威望也抵不住这饿肚子的威胁。这几百万人当中，保不准又会出来几个李自成啊！哥，你放心，有我和十二哥在。别的不要说了，先一鼓作气追剿李自成，把大顺军给我灭了再说。
不然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卷土重来，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。至于红光小朝廷，他们现在还不成气候，而且我也分不出精力和兵力来指导南京。对于江南的残民势力，我想吴三桂的一些下三滥手段还是有用的，对他们先采取麻痹的策略，友好一点。表面上先承认他们算了，等以后有了功夫，再集中精力对付他们。反正我们入关的时候也发布了檄文，说是为崇祯皇帝发丧，为明主复仇的。所以要平定中原，我们必须因地制宜，采取武力与招抚并用的手段。对于官绅百姓，一律招抚；而对于李自成的农民军，绝不能手软。我已想好了平定的策略，先平西北，再定东南。多多，在。我命你为靖远大将军，率平西王吴三桂、至顺王尚可喜等满蒙汉军3万人西进，从山西入陕，追击李自成。撤。王爷，你来的可真快。您是大清国的王爷，皇帝的叔父，有救了在下，岂能让您等我？坐吧。多谢王爷搭救之恩，早就听闻王爷卓尔不群，在下十分敬佩。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。我呢，今天请你来，是想谈一笔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我知道你们父子俩都不愿意给我们做事。今天你爹在朝堂上还推脱为崇祯皇帝办丧礼，这个王爷多虑了。你若是替我办一件事，我可以让你和你父亲回福建老家。不知王爷要在下做什么事？去盛京杀了那个小皇帝。王爷在跟我开玩笑？你看我像在跟你开玩笑吗？简单跟你说吧，只有杀了这个小皇帝，摄政王才能称帝。在下明白了。只有杀了这个小皇帝，你好，我也好。可是凭在下一人之力，如何能进入戒备森严的皇宫，杀得皇帝？陈近南，你的本事我早已经调查清楚了。有了这些，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有小皇帝的画像和皇宫的令牌和地形图。有了这些，加上你的本事，杀一个小孩还这么难吗？你没有选择，摄政王现在逼我把你找出来，你是知道的。你当众侮辱他，逼他杀了一员大将，你还想活命？过不了多久，等他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别说你的命难保，还有你的父亲，甚至你的全家都会被满门抄斩。王爷为何不找一个亲信来做？你就不怕我会出卖你？找亲信做，万一失败，我不就惨了？你是汉人，你就不一样，你做的一切事情和我没关系。你要出卖我，除非你不顾你父亲性命。王爷果然英明啊！好，我干。陈近南，记住，进了皇宫，你只需要小心一个人，那就是小皇帝的侍卫长龙阁。啊，现在叫什么？领侍卫内大臣。此人做过皇太极的侍卫长，武功高强，现在对小皇帝忠心耿耿。哼。至于其他人嘛，就不足为虑了。龙阁，在下有所耳闻，多谢王爷提醒。范先生，洪大人，我仔细的考虑过了，我现在决定要把大清国的国都迁到北京来。
只有定都北京，才能真正的辐射中原，辖制全国。你们别这么看着我，放心，我不会自个儿先称帝的。我在先帝陵前发过誓，若有一心，苍穹不佑，人人诛之。我可不做这个乱臣贼子。摄政王胸怀伟岸，堪与周公相比肩，非常人所能及。臣等钦佩，敬仰万分。摄政王有如此气度，是我大清国的幸事啊！人呢，就活着一辈子，不必强求那些形式上的东西。如果我真的把皇权攥在手里，很可能会失去很多更重要的东西。我得带着大清，沿着我父汗和八哥开辟出的这条路，继续的往前奔呢。我要的是中原大地的每个角落，都插上我大清威武的旗帜，然后天下太平垂拱而治，物富民昌，四海升平，这才是我的梦想。摄政王胸怀远略，心怀天下，臣定当竭尽辅佐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好，二位先生，今天把你们召来，就是要把迁都的大任放在你们身上。我政务军务在身，只能留守北京，迁都大任就烦劳二位先生了。我知道回到盛京以后，反对的声音一定很大，我相信你们二位一定能担此重任。摄政王请放心，臣一定不负所托。好，我在北京恭迎皇上和两位太后。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也。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弗林，贤者过之，不孝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过之，愚弗林，给。这几天怎么没来找我玩啊？我和你打招呼也不理我。我……哎呀，你整天念这些知乎者也有什么用啊？你看，刚才我只是轻轻弹了他一下就倒了，厉害吧？所以说啊，治国平天下靠的是武力，知乎者也没有用啊。可是皇额娘，哎，你可是男子汉，怎么一口一个额娘的？走，跟我出宫去。我不敢。有大哥哥保护你，你还怕什么？再说了，你是皇上，我大清的皇上，谁敢伤你？你要去体察民情，这书本里能学到什么东西啊？你再这样犹犹豫豫的话，我就再也不找你了，博果儿也不找你，你就变成孤家寡人了，偶尔出去没什么的。那好吧，走，走。谁打我？谁？怎么样，好玩吧？这外面的世界啊，可比宫里好玩多了。当皇上真好。是啊，但是哥哥听说，十四叔自己跑去北京城当皇上去了，不要咱们了。那也好，我当我的皇上，他当他的皇上。咦，小傻瓜，十四叔是你的臣下，怎么可能当皇上呢？他要是当了皇上，他肯定是第一个把你杀了。杀我？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十四叔无恶不作，什么事干不出来。当年打山海关的时候，
他居然把人使臣的头砍下来挂在城门上，好恐怖的！你14叔啊，说不定在你熟睡的时候，偷偷把你杀掉，这样就没有人挡着他，他就是皇上了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大哥哥会骗你吗？小傻瓜，走，带你玩风筝去。走，哎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大哥哥以后啊，经常带你来玩，好不好？好。豪格给圣母皇太后请安。请安，豪格，我看你是要我寝食不安吧？皇太后何出此言呢？福临，赶紧给我过来！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听话，连皇额娘的话都不听。皇太后，可别吓着皇上。皇上，你别怕，你才是皇上。我是皇上，所有人都得听我的。皇额娘，你也得听我的。过来，豪哥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本宫的旨意，不能随便接近皇上，你听到没有？好啊，那豪格这就回去沐浴更衣，等待跪接皇太后的懿旨。你，我会把皇太后的旨意给所有王公大臣传阅，看看到底合不合理。豪哥，你行，跟我走。大哥哥救我！反了不成？皇额娘，我怕，你陪我一起睡好不好？怎么？白天不还有人说自己是皇上，连额娘都要听他的吗？皇额娘，我错了，我怕14叔来杀我。什么？我怕14叔来杀我。福临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14叔是这个世界上除了额娘和母后皇太后最疼福临的人。不，大哥哥才是最疼我的人。福临，豪格挑拨离间，不安好心，好多事情，额娘还没跟你说呢。我不喜欢读书，我喜欢骑射打猎。等我有了这些本事，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福临，可你是皇上，你要治理国家的，你不读书没文化怎么行呢？皇额娘，你以前不也教我的吗？我喜欢你教我。上书房的先生教课，我一个也听不懂。福临，皇额娘能教你的知识是有限的，洪先生给你请的老师个个都是有大学问的人，你要耐心点，多学着点儿，知道吗？我一读那些叽里呱啦的书就头痛。额娘，要不这样吧，等我大一些再教我治国的本领，好不好？那怎么行？我就不要读书，我要打猎，我要吃狍子。闪开！不杀女人！你要杀就先杀我！给我闪开！给我让开！哥哥！你要杀我儿子，就先杀我吧！你就是庄妃，抱歉，在下也是受人之徒，你儿子必须死！
求求你，放他一条生路吧，他还那么小。给我闪开！放手！哥哥，放开！苏沫儿，愣着干嘛？快把茯苓抱走！苏沫儿，快！苏沫儿，快跑！什么人？娘娘，娘娘，没事吧？别管我，快追刺客！回家！不怕不怕，没事。皇上，茯苓，茯苓，果然是大内第一高手。我龙阁刀下不杀无名之鬼，报上名来。我告诉你，我叫陈灭清。陈灭清，好你个贼子，你是汉人？你们勾结吴三桂，擅闯我们中原，屠杀百姓，我们大明人与你们不共戴天。哼，亏你还算一条好汉，是李自成逼死了你们的皇帝。我们只是替你们报仇而已，而且，摄政王严令，禁止骚扰百姓。我呸！你们嘴上说一套，暗地里却干着禽兽之事，少说废话！看剑！你是汉人，怎么进得了皇宫？少废话！你到底是何人？是谁指使你的？看剑！拿去领赏吧。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姑姑。到底是谁干的？敢行刺皇上？我也不知道。龙哥，禀两位皇太后，刺客的身份已经查明，是从北京来的汉人。北京来的汉人？是的。这是那个刺客临走时留下的，是郑白起的令牌。有了这块令牌，就可以自由出入皇宫。你没搞错，是郑白起的吗？千真万确。你先退下。
这，等等，今晚的事不许泄露一个字。这，玉儿，姑姑，玉儿，你能相信吗？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龙阁，参见太后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龙阁，不必多礼，快起来吧。谢太后。是这样，龙阁，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。太后请讲。你快马加鞭去一趟北京。北京？去找摄政王，给他带一封信，要他立即到盛京来见我。周。速去速回。太后放心，龙阁立即出发。十四叔，龙阁求见。龙阁，给摄政王请安。快起来。谢摄政王。龙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十四叔，侄儿告退。龙哥，出什么事了？摄政王，这是圣母皇太后让我紧急送来的信。圣母皇太后让你即刻回京。多尔衮，你若还念着往日的一丝情分，速回盛京。这块玉佩，我从小就戴着，我把它交给你了。宫里出了什么事情？宫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龙哥，我一直把你当兄弟，你必须告诉我。摄政王，皇上遇刺，圣母皇太后受伤了。什么？刺客临走前留下了一块令牌，是正白旗的。我明白了，玉儿一定是以为这件事情是我指使的。摄政王，龙哥，你不会也这么认为吧？我多尔衮是什么人呢？我要想当皇帝，我能干出这么下三滥的事情吗？请摄政王息怒。对，我得息怒，我得冷静。驾！驾！驾！你速去盛京，想个办法把信交给肃亲王。记住，别暴露了身份。请贝子您放心，卑职一定完成使命。驾！驾！驾！哥哥，哥哥，皇上又犯禁忌了。皇上，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福临，额娘来了啊！不要！福临，福临，福临不怕，有额娘在呢，额娘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福临，走开，走开！福临，福临，有人要杀我！福临乖，福临。
玉儿，玉儿，玉儿。玉儿，福林怎么样？你还好吧？皇娘，哎，福林，皇娘救我！皇娘，福林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14叔啊！哎，不要杀我！不要！福林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过来，多尔衮！皇娘，14叔要杀我，救我呀！福林官，有皇额娘在呢啊，不怕。这是怎么了？他是杀人魔头，他是大坏蛋。大哥哥说的对，他是大坏蛋。不怕，不怕啊！皇上，走，我们先出去。多尔衮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？我当然知道，玉儿。别碰我！我没有派人刺杀福林。多尔衮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装什么装啊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难道你还要装吗？玉儿，龙哥说你怀疑我派人刺杀福林，我不管不顾，第一时间星夜兼程从北京赶回来。我多尔衮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多尔衮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不是你正白旗的令牌？多尔衮，你好狠呐！你竟然要除掉福林！要不是我亲身经历，就算把我人头拧下来，我也不能相信。你要想当皇帝，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？我让福林把皇位让给你，不就可以了？你何苦要这样做？你何苦要派人刺杀福林？你看看，我的令牌在这儿。你是摄政王，令牌多的是。玉儿，这分明是有人设计，有人陷害。你想想看，我为什么要害福林？我怎么可能害福林？有没有可能？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的心都碎了，多尔衮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你到底是要我相信我的感情，还是让我相信一切赤裸裸的现实？如果我真的要害福林，我会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吗？我今天还会站在你的面前吗？我不相信了，我什么都不相信了。我只知道，我曾经信任的人，他变了，变得冷血，变得残忍，变得不择手段。我寒心，我寒心。玉儿，我没变，我没变呐！你是我今生唯一的依靠，唯一的温暖，我爱屋及乌。福林也是我生命中最亲的人，他仅次于你，仅次于你啊！我怎么可能对他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你不相信我吗？相信你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多尔衮，你要是杀福林，就先杀了我吧。玉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福林是我儿子，是我的命，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我儿子的命。多尔衮，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求过你，这次算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玉儿，我多尔衮今生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我可以为你生，为你死。
我曾经说过，这世上的任何东西，权力、皇位、荣耀，一切的一切都抵不过你。我今天还是要对你说，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我依然可以为你生，我依然可以为你死。多尔衮，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痛吗？你知道我有多么恐惧无助吗？这么多年，你才是我的全世界。现在，我的世界倒塌了。你说我还能去相信谁？我还能去依靠谁呀？多尔衮，如果连你我都不能信了，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？玉儿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，给你一个交代。相信我。山屋定居，花娇深重。牧马凭来去，凭来去。